此事你父亲不知道吗？毕竟这10月怀胎并非一朝一夕之事。不知，父亲生性不羁，府中诸事皆由母亲操持，自然不难瞒过。母亲嫁入府中20年，相继诞下3子1女，而皆未能活过10岁，唯有皇后一女康健。然而待父亲为延续香火，欲再纳妾之际，高龄母亲竟然有孕，最终早产，诞下嫡子。母亲巧言欺骗，说父亲因事暂时陷入困境，待他顺利产子，一家3口便可以团聚。宗玄玉神色黯然，自嘲地笑了笑，而后将荣九月轻柔地拥入怀中。我生母孕中郁结，终日期盼与父亲相见，故而难产血崩，我是被直接生剖出来的。那个可怜的女子连自己的孩子都未曾看上一眼，便香消玉殒。难怪宗玄玉的身子会如此孱弱，生母于暗无天日的密室胎养，即便营养充足，但心里早已崩溃，熬至足月实乃奇迹。我不应唤他们父亲母亲的，但那10年时间，我不知真相时，他们极尽一切疼我，尤其是母亲。无数个病痛折磨的日夜，皆是母亲温柔地哄他入睡，悉心的照顾。开元寺中，母亲虔诚至极，求佛祖保佑他余生平安，增福天寿。我生来有罪，故身体有疾，这些年我一直居于寺院，尽力施善，望能稍减罪孽。与你无关，如此这般，你唯有过好自己的生活。此事你又是如何得知的？某日母亲与父亲发生争执，我无意间听到。那么此事皇后知道吗？很早便知，因是我出生时，她素来疼我，是我知晓真相后，心中有结。你的长相孝似生母吗？5分孝父，4分嗣母，还有些像祖母，唯独不像。或许正因为如此，母亲才会极其疼爱我，也无人怀疑我之身世。荣九月不解，他只觉得宗玄玉的生母好惨，先遇渣男，再遇疯批夫人，拼命生下的儿子还与自己无关。今日的刺客是太子所派。太子一直对我存疑，故而试探。我本想配合，却害你受伤。此事你莫要插手，我且当作不知。太子自会主动来寻。溥仪尚未归来。宗玄玉突然冒出了一句话，荣九月懵了一瞬。你们这溥仪的年假未免也太长了吧？无碍，我可以去万和堂换药，倘若幸运的话，还能遇见你呢。什么白狐仙，分明就是只狡猾的老狐狸嘛！隔2日去万和堂，我亲自为您老人家换药。反正病秧子去药堂，乃理所应当之事。好，一言为定。夜幕缓缓降临，马车内的2人相谈甚欢，过往种种，辞去今年，哀愁苦痛渐渐消散于时光洪流。然而此时夜幕下的东宫正是一片混乱不堪，只见数名伤痕累累的暗卫，外伤方包扎完毕，脸上却布满了密密麻麻的蛛丝纹路，令人毛骨悚然。此毒老臣前所未见，一时之间难以解毒。吉千应脸色凝重，转头看向一旁的客卿大夫季霄。你可有头绪？自上次嘉兰突发银疹，他便重金请来江湖毒医，以防不测。在下曾于云州见过一次，虽暂时不知此毒为何，但却知晓症状。若是10日内不解毒，中毒之人虽无性命之忧，但会内力尽失，甚至无法正常行走。你能否解毒？这些人皆是他的贴身暗卫，他绝不能坐视不管。若非担心伤及荣九月，他也不会派出自己的心腹。若有毒药，在下或可配置解药，但下毒之人却将毒药淬在银针上，如今连针带毒，早已没入了身体内。你们暂且在此尽力想办法，吾自有主意。少顷，长信殿内，荣由宁正与锦瑜轻声说笑。你们母女说什么呢？怎么也不带我听听啊？我与娘亲正准备过几日去看九姨姨呢。九姨姨现在也是郡主了。吉千印挑了挑眉，如此甚好，他正欲寻理由随由您去见荣九月。近日我恰好无事，便随你们去文安郡主府吧。殿下年初事务繁忙，不必随我们走这一遭，以免误了正事。荣由宁佯装叹息道：“听闻殿下去往暗卫处，共传了太医与客卿大夫，想必是在小九那吃了闷亏。”不忙，你怀着孩子，我自然要陪同你们。锦瑜啊，今日骑射练得如何呀？甚好，我既为弟弟妹妹们的长姐，自须做好榜样。今日景烟又欺负了二妹妹，我略作提醒，你也要关心一下二妹妹。二妹妹景言年仅7岁，与生母陈良娣皆是老实本分之人。我们锦瑜是称职的长姐，至于燕儿年岁尚小，实在欠缺教导。殿下，
谨言年满5岁，应懂规矩，不敬谨言。如骆昭训不进陈良地，骆昭训位分低微，已不适合再住于锦兰殿。待出了小月子，还是搬去合适之地吧。嘉兰此番也是受了大罪，暂且静养吧。所以我说待其出了小月子，殿下，我也只是依据宫规办事而已。原本他怜悯骆嘉兰失子病弱，不愿再与之计较。然而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，那跋扈脾性竟丝毫不减。后院之事由你做主，你看着安排便是。尤宁素来大度和善，殿下放心，臣妾知晓。夜色撩人，文安郡主府，荣九月仿若失了神魂。刚分开1个时辰而已，您这是人在府中，心却飘至了护国公府？你说这男人是不是在情感方面皆无师自通啊？小姐呀，护国公好歹比你年长10岁，心智自然要成熟许多嘛。且你自幼生活在山中，接触的是老爷子与韩师兄，他们在这方面貌似都不太懂。何止是不太懂，整个落霞山似乎没有一个成亲之人。宗玄玉此人貌美如花，家财万贯，无父无母，无兄无弟，不纳妾室，没有孩子，每一点都是顶配。还有那副绝世容颜，他实在是想不到这种男人还有什么缺点呀。罢了，且行且看吧。反正现在刚退婚，只能地下恋。而此时，宗玄玉在衣箱前已左挑右选了半炷香的时间。怎么都是一样的颜色款式？秀芳怎么做事的？主子，此乃您的要求，衣袍必须通体雪白呢。绣坊曾送来其他颜色衣袍，或是精绣白袍，您甚是不喜欢，只留下这些雪白素衣。哎呀，即将有媳妇之人果然是不一样啊！让秀芳多做几套白色衣袍，华丽精致些，3日内送至府上。是。主子是否要尝试一下艳丽之色，譬如红紫？不要，瑞王整日如花孔雀一般，我为何要如此？叶琛嘴角微微抽搐。主子这是在和瑞王殿下较劲吗？主子，往年咱们都是上元节前便离开洛京，如今已是正月下旬，您欲何时出发？你大可自行离去。留下这几个字，宗玄玉便闲庭信步地离开了。往后他再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，自然是夫唱妇随了。3日后，文安郡主府设宴，款待太子妃母女。小九，天渐暖，你这气色看起来确实好上许多。我唯有寒冬体弱，其余时间堪比强健牦牛。前世许是冬眠动物呢。太子殿下与瑞王殿下今日一同光临寒舍，臣女甚感荣幸呢。荣九月面带微笑，不请自来的兄弟2人无话。别以为这副恭敬态度，他们就听不出阴阳怪气了。我陪尤宁与锦月儿来。我是为了陪大哥。原来如此，2位大驾光临，实乃寒舍蓬荜生辉。因2位前来，我特意邀请了护国公做客，毕竟护国公曾救我。小舅舅也要来吗？就在这时，江管家躬身入内，轻声禀报：小姐，护国公府的马车已进郡主府。我亲自出府相迎，亦是贵客嘛。诸位暂且在此用杯清茶，我去迎护国公。我与你同去。九弟，此乃文安郡主府，自有家主迎客，你今日亦是客人。吉千瑶颓然落座，荣九月则笑意盈盈地出府迎接老狐狸。原本他未想宴请宗玄玉，但架不住某人1日3封信的摧残，那些茶言茶语真乃不忍直视。好久不见。莫非昨日午后我是给狐仙换药呢？那也过去了10个时辰呢。荣九月脸认失礼，面带微笑地提高音量：护国公大驾光临，恭请府内用茶。郡主客气，此乃在下之荣幸。请。 2人互相恭维，一同往府内走去。身后的叶琛与红叶皆是无语。这身衣裳新做的吗？似乎与往日略有不同。今日乃我初登你的府门，自然要郑重。你觉得可还满意？好看。那我以后多穿这些。神仙般的男人与少女皆神色淡定且目视前方，乍看之下似在说些什么客套之言，唯有叶琛与红叶知晓这2人所言到底为何。少顷，正院前厅暖阁内，见过太子、太子妃、瑞王。小舅舅，父皇允你无需行礼，何况是我们呢？你总是这般客气。君臣有别，礼不可废。舅舅，锦瑜见过舅公。太子妃，郡主有礼了。舅公，舅公，九姨姨也是郡主呢。
九姨姨也应随娘亲唤您一声舅舅。小九是我的妹妹，无需如此生分，自可称呼一声舅舅。皇嫂所言极是，我们都应称呼一声小舅舅。荣九月见某人气得双手微颤，连忙出声解围。这般不妥，我还是称呼护国公吧。文安郡主说的是，称呼而已，无关紧要，直呼名讳亦可。他目光扫过齐千瑶，又是那红得发紫的衣袍，当真俗不可耐。齐千瑶亦在暗中打量着他，这万年不变的白衣实在是单调乏味。要不去尝尝我做的奶茶吧。见状，众人随着他们一同前往膳厅。母后似乎已为小舅舅物色了合适的正妻，正欲办赏花宴呢。尚未恭贺瑞王退婚之喜，皇后自可与荣八姑娘白首偕老。秦姨入府仅为侧妃，本王正妃之位尚空缺呢。是吗？那便在此恭喜瑞王，日后坐享7人之福，儿孙满堂。单就亲事自主这一事儿，瑞王便无能为力。偏偏他可以自己做主，即便现在他请旨迎娶荣九月为妻，圣上亦会允许。小九，四弟人呢？即便如今兄妹二人分府居住，然府邸紧邻，因不影响走动。兄长去探望祖母，顺道陪一陪寻死觅活的八姐。那对姐弟当真是患难见真情啊！不是他这种用金元宝收买的虚假兄妹之情可以相提并论的。秦姨原本伤势已见好，只是上元结业的断指打击颇大，才会。有时候这人呐，若是手伸得太长了些，那便不要也罢。齐千瑶手中的茶盏落地，他心中一紧，脸色紧绷，直直盯着荣九月，蓦地想起当夜荣世子口述凶手之言，莫非……郡主此言甚是有理。所谓因果循环，人若行恶，必遭报应。此事乃他所为，他可不想让姑娘家为自己背负罪名。如今天气尚寒，瑞王殿下衣袍已湿，还是先回府更衣吧。如此毛躁，成何体统？速去换身衣裳。齐千应佯作斥责，唯有这个弟弟离开，他才方便向荣九月所求解药。那我先回府更衣，稍后再至郡主府。锦瑜，你的衣裳沾了牛乳，娘亲陪你去更衣，咱们带了衣裳。太子神思恍惚，显然有事欲与小九单独商谈。三人相继离开后，齐千印看了一眼宗玄玉，正思索如何让小舅舅暂离。而此时接触到荣九月眼神示意的宗玄玉无奈起身：“我出去一趟，稍后便来。”于是乎，暖阁内唯余齐千印与荣九月二人。完郡主，九妹妹，你应知我并无伤你之意，可否请你施以解药？那些皆是东宫之暗卫。太子殿下言重了。荣九月取出一个碧绿瓷瓶，轻轻放于桌边。每人一粒即可。齐千印瞬间愣怔，这么简单？谁知荣九月突然起身上前，缓缓跪地行了个大礼。太子殿下，您为君，臣女对您从无不敬之意。因着长姐，臣女亦与您为同一阵营。此次被迫用毒，只因彼时护国公为救臣女受伤，臣女忽而分不清刺客究竟是何人。臣女会武功与医术，但一切只为自保存活。臣女虽长于深山，一直雷霆雨露均是天恩，即便他日您赐下3尺白绫，臣女亦叩谢圣恩。九妹妹，你莫要如此，此事不过是场误会而已。你先起来，快把你家小姐扶起来。这丫头得父皇金口玉言，无需跪拜任何人，包括父皇。九妹妹，你今日所言实令我深感惭愧啊！我对你的能力确有疑虑，但从未怀疑你有二心啊。多谢太子殿下，此事是我之错，往后只要九妹妹不忘初心，我绝不再冒犯。忠君爱国乃是毕生信念。好，九妹妹果真有荣将军当年之风范呢。太子殿下，这个解药所需药材有点小贵呀，1万两银子，再加上些许珍贵药材，可够。太子殿下真是慷慨。九妹妹，我家小九很喜欢你，如今虽然退婚，但这份心未变呐。喜欢我？每日与老八情意绵绵，偶有闲暇便来表露爱意的那种喜欢吗？太子殿下，我不愿与其他女子共侍一夫，此话我连长姐都未曾提及。今日告知于您，是想郑重言明，我与瑞王此生无缘。你这想法荒谬至极！哼，若我的男人敢碰其他女子，我先阉割了他，再毒成半身不遂，最后将他削成肉片，亲自喂他吃下去。齐千印猛然退后2步，此时他心中暗自庆幸，东宫未有如此癫狂狠辣之女子。
荣家这个病秧子有点毒啊！齐千印余惊未消，带着荣由宁与锦瑜匆匆离开。宗玄玉自然一同离府。然而半个时辰后，万和堂2楼，宗玄玉，你觉不觉得咱们两个这样子像是在偷情啊？你慢点嘛，难怪世人说妻不如妾，妾不如偷。你这是从哪儿听来的妄言？你不觉得这样很刺激吗？人前装作互不相熟，人后在此幽会。我们现在算是谈恋爱了，这样会不会太草率？时间未免有些过短。什么叫谈恋爱？那日在回城的马车上，他们2人分明牵了手，甚至拥抱一下。但彼时他因生母之事，心生悲痛而暂失理智，故而有些懵了。谈恋爱就是男女，反正就是2人在一块儿互相了解，谈完恋爱就能成亲。那我们是在谈恋爱？你就说一句喜欢，都没有其他表示，我好像有点吃亏啊。那枚白玉霜和云纹玉佩，乃我自幼佩戴之物。你可知，男子赠女子玉佩为何意？寓意心意昭昭，就此定情。荣九月缓缓移开视线，望向风炉上正煮着的清茶，炭火映红颜，茶香飘四溢。这只老狐狸真是步步为营啊！我能牵你的手吗？你不是早就牵过了，又牵又抱的那么自然。荣九月回过神来，一把抓住他的手。谈恋爱嘛，当然要牵手了，不牵手谈什么恋爱啊？那我以后又牵又抱，便不再多言。若非怕流言蜚语伤你，我现在就想进宫请旨，3媒6聘娶你进门。我可不想那么早成亲。不知这几日你对我的心可有再多一点点呢？多一点点吧。姑娘，瑞王殿下在药堂，欲见您一面。闻言，荣九月察觉自己的手明显被握得更紧了些。只见方才眉眼带笑的男人，此刻如同霜打的娇花，瞬间失去了生机。人家是王爷，咱们是臣，我去将他打发了便来。这儿可看清楼下，你亲眼看着可好？好，半盏茶时间足矣。你在这儿帮我整理药材，人得多干活才能有饭吃。话音未落，他已飘出门外。须臾，药堂1楼，齐千瑶坐立不安，似有难言之隐。瑞王殿下，您到底有何事？上次在开元寺，你府上那个马夫似乎刀法不错。马夫？啊，您是说石头啊？他在府中待着呢，您莫不是寻他有事儿？九儿，我……瑞王殿下，您有话直说，无需这般吞吐。还有，请您莫再如此称呼。九儿，我有个问题想问你，但只是询问，绝无任何问罪之意。您请问便是。九儿，上元节之夜，青衣的断指，是不是你派人所为？此言一出，屋内瞬间陷入了死一般的沉寂中。咔嚓一声，荣九月所坐的圈椅右侧扶手应声而断。九儿，无事，这椅子的质量有些不佳。他随即站起身，一字一句道：瑞王殿下，臣女素来敢做敢当，然而老八这件事儿，您寻错了人。九儿，我不是，此事乃我所为。小舅舅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来药堂自然是看诊抓药，难不成用膳小酌吗？上元节之夜，是我让野臣去侯府断了荣清怡一指。言罢，他迅速看向荣九月，见其笑意盈盈，甚至目露赞赏，顿时心中长舒了一口气。此前他不敢提及，是怕这姑娘觉得他心狠手辣。为何？青衣与你无冤无仇，为何要下此毒手？去年10月初，荣清怡在古月居故意以热茶烫伤一名伙计的右手。区区一个店小二而已，与你又有什么关系？古月居乃我名下产业，伙计腿脚不便，我本是留下做账房，但其勤快，时常帮忙。此人乃边境士兵之遗孤，胡秀芳与酒楼中皆有不少。他随即提醒，即便朝廷有抚恤，但那些普通士兵的家属生活依旧艰难。他非善人，须因生母之故，尽力对贫苦百姓略施善意。瑞王若心疼侧妃，我愿与你去圣上面前请罪。齐千瑶身躯僵硬，一时不知该如何应对。倘若此事闹到父皇跟前，恐怕遭殃之人还是青衣。父皇重视边境将士，小舅舅又为母后幼弟。还有11年前，父皇遭遇乱党行刺，当时年仅15岁的小舅舅竟不顾自身安危，为父皇挡下一剑。九儿，小舅舅如此草菅人命，你可觉得过分？唉，
应直接弄死，否则没有刺刀好机会了。老爸真是好命啊，先于刺客剑下捡回一命，又仅断一指，莫不是祸害1000年？九儿，瑞王，您再如此，今夜我便去弄死老爸，反正我有免死金牌。一天天的烦死人了，最该死之人是瑞王这混账，只可惜他胆小怕死，不敢拿自己性命与整个侯府去谋害皇子。你并非这般冷血之人，今日之言我且当没有听过。天子脚下不容放肆，我希望荣青衣安然无恙，再无此种遭遇。至于过去之事，我不会再追究。言罢，齐千瑶面露痛楚，深深地看了荣九月一眼，遂转身离去。宗玄月，瑞王最后那番话是不是在警告我呀？无需担心，圣上乃明君，何况天塌下来，尚有我在呢。我自己倒无所谓，主要是爹娘的名声，还有侯府与长姐。父亲忠君爱国，乃国之功臣，岂能离世多年以后因女儿累积名声？放心吧，平阳侯府世代勋贵，无人会轻易动之。太子妃名声在外，若再得嫡子，亦可无忧。哼，早知当年我便不救瑞王，或是让他成为瘸子。什么意思？荣九月先带他重回2楼，随后将落霞山救人之事道出，还浪费一颗九转丹呢。如今想来，真是亏大了。所以当初你是觉得瑞王那张脸长得好看，才大发善心？那时候我才10岁嘛，又常年生活在深山，难免眼光有失。那我与瑞王谁更好看？姬石如玉，烈酥如翠，狼艳独绝，世无其二。例如兰芝玉树，笑似朗月入怀，一袭白衣胜雪的宗玄玉，实乃世间无人能及。能得你青睐便好，此事你莫要告知瑞王。倘若瑞王知晓，恐怕此生都会借着救命之恩纠缠不休。明白，救命之恩实乃最烦人之事，我救人随心，并不想惹来麻烦。直至夕阳西沉，二人才依依不舍地各自归家。荣九月回至郡主府后，荣之墨已在正厅等候多时了。妹妹，你去了何处？为何到现在才回来？你如今愈发的不守规矩。滚！你，荣之墨，回侯府数日，莫非脑子被狗啃了不成？竟敢来训我！你怎会如此粗鄙？我请问你，为何荣府库房中的那些金银财宝全没了？他怒声质问。他回侯府住几日，今日下午回来，正欲取些银钱，竟发现库房空无一物。我昨日已让人尽数搬回，那本就是我的东西。你不是说赠与我吗？你若拿走，日后我该怎么办？是我错了，顾念所谓血脉亲情，妄想用金银激励你进步，甚至用暴力手段让你屈服。然而假的永远成不了真。前些时日，荣之墨那般顺从，除了对他心怀畏惧，便是因为那取之不尽的金元宝。只可惜他沦为了天大的笑话，荣之墨竟拿着他的金银去孝敬老八。荣之墨在万和堂购置近万两的药材与补品，尤其是祛疤的丹参羊脂膏，落进最好的绣坊与首饰铺，皆有荣之墨一掷千金的手笔。妹妹，我已学业进步，你还想让我怎么样啊？从今往后，我不会再管你，你回侯府也好，继续住在荣府也罢，皆与我无关。荣之墨，荣府是你的，但我的钱不会让你沾染分毫，咱们各走各道，再无瓜葛。话毕，荣九月转身离去。妹妹，我是父亲唯一的儿子，只有我能为爹娘延续香火。祖母与八姐都说，妹妹手中的一切皆是属于她，因为她是父亲的唯一血脉。妹妹但凡顾念父亲，就不会不管她。哼，废物没有资格延续香火，你入宫为太监，我必双手赞成。送客，日后若荣四公子登门，直接赶出去。荣之墨再想开口辩驳，却被石头捂住嘴巴，强行扛了出去。须臾，府内的杏花似乎已经渐渐长出花苞。荣九月静静地伫立凝视。小姐，您莫要难过。红叶，老爸那些衣裳不能要，首饰可典当啊，咱们得拿回来。您要荣青衣的东西做啥？那是我的钱，用在万和堂的银子便罢，反正进了自家腰包。但那些衣裳与首饰价值不菲啊！小姐，我还以为你是因荣之墨不懂事而难过呢。开什么玩笑呢？我略感苦涩，只因发现自己太过愚蠢，对荣之墨我仁至义尽，一切就此打住。过几日七姐出嫁，
咱们要回府参加喜宴，完事儿给老太太送点礼，让她以后安心躺在榻上，连话都不用说。言罢，荣九月伸了个懒腰，悠哉地回屋沐浴更衣。2月初5，平阳侯府阳光和煦。今日乃荣妻姑娘大喜之日，即与户部尚书嫡次子共结100年之好。身怀有孕的太子妃亲自携女回府恭贺，更为其增添一份荣光。然而性喜安静的荣九月在赠上厚礼后，便悄然躲至望书院内。小姐，这高门大户娶妻嫁女，规矩礼数可真多啊。这似乎才是开始呢。到了夫家，还有一大套繁琐流程。日后我若成亲，摆2桌酒席，喝几杯就行。难以，文安郡主嫁护国公，且其为当朝国舅，兴许帝后皆会亲临。我觉得宗玄玉、商老八或因我而起，还有骆太傅，此2人皆与当日刺客有关。小姐，您在这满面春风的想什么呢？老太太派人请您过去叙话。老太太？哼，七姐刚出门，老太太便急着收拾我了。老太太厌恶母亲，故而极其讨厌容貌相似母亲的她。走吧，哼，咱们去看看慈爱的祖母大人。稍寝，老夫人的锦绣堂内，乡野丫头不懂礼数，见到祖母竟这般无礼。不然呢？我乃圣上亲封的文安郡主，难不成还要向祖母跪地请安？圣上曾金口预言，我无需跪拜任何人，包括圣上在内。莫非祖母比圣上更为尊贵？见他这副模样，老夫人气得双手颤抖不止，呼吸亦急促起来。见状，老夫人身边的嬷嬷急忙取出一颗丹药为其服下。祖母保重身体呀。小九，先喝口茶水，这是你爹少时最爱的顾主子笋。还有啊，如今你已16岁，又刚被皇家退了婚，亲事可得抓紧啊。祖母有位侄孙儿，年方弱冠，当真是一表人才，前途无量。你这身子虽然弱些，但看在你父亲面上，祖母可为你做主。如今这丫头已然贵为郡主，甚至分府而居，她再难琢磨。然而她虽不能，却自有人可名正言顺地教导。祖母，请问美梦醒了吗？你这丫头在说些什么？唉，祖母似乎有些糊涂啊。圣旨明言，此番解除婚约，只因我需要静养，而且圣上许我婚嫁自由。祖母是想违抗圣旨吗？话毕，他瞥一眼自己的茶盏，目光又扫过左侧的香炉，来自青楼的合欢散，还有那隐藏于檀香味中的燃琴香。你，圣上怎会许你此事？或许可怜我病弱吧。荣九月徐徐起身走向老夫人，端起方才嬷嬷新添的茶水，浅笑嫣然。祖母，您先用些茶水吧，这蒙顶石花凉了，影响口感，亦对您身子不好，您要保重身体呀。哼，到底在乡野待久了，比你娘懂事。话音刚落，他熟练地捏起茶盏送到嘴边，轻轻吹了一口气，慢慢啜完香浓的茶水。祖母今日辛苦了，早些歇息吧，待您醒来定会神清气爽。有心了，青衣受伤，你且去探望一番吧。好啊。荣九月笑着应道，紧接着他微微低头行礼，转身离开了肮脏的屋子。方才那句话为老太太此生所能吐出的最后言语。老太太想让他身败名裂，他便让老太太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九妹妹，好久不见。荣九月刚踏出院落，便看到了弱柳扶风的荣青衣。数日不见，我们可否同去用杯清茶，以解开往日误会？不必，我又不喜欢你，为何要与你喝茶？从方才老太太的话语可知，今日老爸定是没安好心。妹妹，八姐已这般难受，你又何必铁石心肠？我们是一家人。不，你们2个才是一家人。留下这句话，荣九月便欲转身离开。扑通一声，荣青衣双膝跪地。九妹妹，我实在不解，你为何对我这般厌恶？我只是不愿让四弟处于两难之境。妹妹，你此举实在过分。即便是长姐，
也免不了姐妹跪拜。既然八姑娘跪请本郡主用茶，那便请吧。荣之墨赶忙将荣七一扶起，本欲再开口，但想起妹妹的身份和经营，便缄默不语。请。当祖母让他设法邀荣九月至听兰阁时，他毫不犹豫地应下。虽不清楚祖母的计划，但见到吴家那个浪荡子，他已然是了然于心。少顷，风景如画的听兰阁中，妹妹，你为何不喜八姐？若只是为了瑞王，那你如今已退婚，着实不必因此恼怒。出去，我要污了我的耳朵。妹妹，你这是……四弟，你去看看瑞王是否已到。他今日来送药，我怕他寻不到我。行吧。憋了一肚子火的荣之墨甩袖离开。荣青一见他走远，冷笑道：“九妹妹真是脾气见长啊，果然是身份不同，人也傲慢。”那是自然，我生来比你尊贵，何况贵为郡主。你是不想要这身份吗？小姐，属下在院外发现一名形迹可疑的男子。哦，男子，此处乃后院，怎会有男子出现？人在何处？那人在柳树下窥探，忽而从树上掉下一条毒蛇，他被毒蛇咬伤，不慎落入湖中，已然身亡。原本他只想断其命根子，人那人竟敢淫邪的肖想小姐，言语污秽不堪，着实令人作呕。当真是可怜呐！既然红叶认定此人该死，那必定是死有余辜。言罢，他忽地起身，死死扼住荣青衣的脖颈，声音冰冷：“我本应让那人与你春风一度，但我从不愿女子折辱于男人胯下。”荣青衣呼吸困难，只能竭力张大嘴巴汲取空气。恰在此时，只见一只极小的血红色虫子悄然落入他的口中。瞧着小东西消失不见，荣九月才稍稍松手。老爸，你当庆幸我尚有良知。九儿，你在做什么？妹妹，你赶紧放开八姐，你是不是疯了呀？荣九月抬头望向门口，随手将荣青衣甩开。荣之墨与齐千瑶赶忙将他搀扶起来。荣青衣瘫倒在齐千瑶的怀中，痛哭不已。殿下，我的手是不是断了？云峰，立刻传太医。他随即看向淡定的荣九月，尽量放缓自己的声音。九儿，此事你要作何解释？老爸蓄意引我来此，院外又出现陌生男子，其心昭然若揭。殿下，我没有，我只是想和九妹妹化解误会，四弟可以作证。九儿，此事你可有证据？我着实不懂这些后宅伎俩，瑞王，你还是看好自己的侧妃吧。话毕，他以鄙夷的眼神扫过三人，随后携红叶转身离去。站住！伤了人便想一走了之，我上次之言，你莫非当作耳旁风？他将荣青衣推给荣之墨，继而缓缓走向荣九月。九儿，你方才之言为何意？什么叫本王看好侧妃？你想做什么？今日闹得还不够吗？九儿，立刻把话收回去，再向青衣道歉，此事我便不再追究。道歉？他也配？我恨不得剁了他的爪子！放肆！齐千瑶怒喝一声，盛怒之下竟然直接扬起了手。红叶脸色大变，迅速闪身挡在荣九月身前。齐千瑶似乎比方才后退数步，她微微偏向一侧，左脸颊上一个鲜红的巴掌印，触目惊心。荣九月，你胆大包天，竟敢殴打瑞王！此时齐千瑶终于回过神，她抬手抚上自己的左脸颊，只觉得一阵火辣辣的刺痛。你打我？是瑞王先动手打我。我打你？我从不打女人，又怎会对你动手？方才那只是吓唬。吓唬？巴掌都已经伸到面前了，这也叫吓唬？瑞王从不打女人，那我是你第一个要掌国之人，真是倍感荣幸。方才瑞王扬起的右手的确是停在半空中未动的，然而那又怎样？这也叫先下手为强，后下手遭殃。小九，荣九月抬眸望去，只见伯母扶着长姐匆匆赶来。小九，到底发生了何事？长姐，九妹妹居然对瑞王……我脸上有一只毒虫，九儿好心帮我驱赶，一刀大了些。青衣也是。齐千瑶突然打断，她侧头看向荣之墨，沉声问：“你姐说说，是与不是？”瑞王殿下所言极是，两只毒虫，妹妹只是在打虫子。此次八姐遭受天大委屈，日后再好好补偿便是了。妹妹以下犯上，若是真追究起来，恐怕会有株连之罪。八姑娘衣衫不整，成何体统？还不速速回去更衣！殿下，周太医到了，送八姑娘回去，妥善医治。待屋内终于恢复平静时，荣九月直言不讳：“
瑞王因八姐打我，当时我理智全无，这才动了手。瑞王动手打你？我没有，只要冲动，我一时气急才……瑞王要打我，仅此而已，是当众扇耳光的那种打。那一巴掌下来，恐怕我命难保。故而，瑞王今日是想杀我。齐千瑶一时无言以对，被打之人分明是他，怎能现在演变成他是杀人凶手了？九弟，你曾扬言绝不会对女子动手，可如今为了八妹，你竟做到这般地步。皇嫂，我没有。瑞王，臣女今日以下犯上，自知有罪，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然而刚说完话，荣九月突然喷出一大口鲜血。小姐，九儿，我没事儿，气急攻心而已，真是让瑞王失望了，暂时死不了。九儿，我绝非有意，你莫要如此。长姐，伯母，我身体不适，暂且回府休息，长姐安心养胎即可，切勿操心此事。言罢，荣九月微微扶礼，遂在红叶的搀扶下离开。齐千瑶急步追上前：“九儿，瑞王，别再这般称呼，实在是恶心至极。”荣九月压低声音：“当年我真不该救你。”这路边的男人果然是不能救啊！趁着齐千瑶愣神之际，红叶已将荣九月抱起离去了。殿下，八姑娘这右手臂有碎骨嵌入筋脉，老臣医术有限，恐难使其完全恢复。不可能，当年本王的断腿比这严重得多，轻易都能将本王彻底治愈。此刻他心绪不宁，不单因着一巴掌的误会，还有九儿最后那句话。九儿声音压得极低，他隐约听见什么当年救你。若八姑娘苏醒之后能够详述那接骨之法，老臣必潜心钻研。然而以他的经验，荣八姑娘根本就没有这般能耐，若其真有精妙的接骨之术，断不会对当下这些伤势束手无策。文安郡主府内，我因与你同居侯府的，或怕叶辰暗中保护，都怨圣上无端召他入宫，竟是为了对弈。我七姐出阁，你去做甚？红叶武艺高强，但也不可当众与皇子交锋。倘若齐千瑶那一巴掌落下，红叶根本难以还手。此事瑞王若执意深究，即便如今他身为郡主，亦是难辞其咎。宗玄玉，老太太生不如死，瑞王挨了一巴掌，老八自有用处。这件事儿就此作罢。我知道，我不喜欢多金，往后我们离开这里，可好？皇权至上，他自是明白。正因如此，这些年来，他与那两个外甥之间始终谨守君臣之礼。好，待长姐平安产子，我带你回家。青青，闭嘴！你离我远点，此时休要这般称呼。为何？我虽然没有中那些药，但多少闻到香味儿，此刻美色当前，懂了吗？分明是早春刚至，但室内的温度似乎有点燥热。宗玄玉独坐于书房中，他的脸色泛着绯红，目光紧盯着门扉，心思却不知飘往何处。两道墙之隔，某人正在沐浴。哼，你又在胡思乱想些什么呢？身子未好，暂且不行。我便这么不中用？你很行，我尽力医治，保证以后你一夜。话未说完，他的嘴巴又被捂住。莫要胡说，待我们成亲后再演。忽然他的话语一停，从脸到脖颈瞬间变得通红，右手猛地从女子红唇上收回。宗玄玉，我给你看看宝贝。何意？这是不管我了吗？须臾，荣九月抱着一个白瓷瓶，神色兴奋地小跑过来。此乃我近日所养的宝贝，目前仅有红叶得见。这是何物？此物有些不同寻常，也不知你会不会害怕。即使此刻身处地府幽冥，只要有你相伴，我亦觉得是九霄仙境。他旋即打开白瓷罐，里面竟是一条通身血红的小蛇。此为刚出生的幼蛇吗？此乃半个月前我无意间捡到，我仔细查看过，这家伙至少有10岁。10岁？寻常小蛇的寿命为2年至5年，如此细小之蛇，竟已10岁。这小蛇是否有些问题？室内已然温暖宜人，但小蛇似乎没有气息。自我捡到时，它便是这半死不活的模样。然某日我手指有伤，它竟一跃而起，咔嚓咬在伤口上。咬到？此蛇观之似含剧毒，你可有事？非但无事，且伤愈更快。最重要的是，我如今已百毒不侵。宗玄玉怔了一下，
这是什么小蛇？莫不是神龙历劫？这应该是蛇骨，乃高人以毒物和药材精养10年，只为取其毒液。谁知竟便宜了我，我当真不知情，是小蛇主动咬我的。此乃你的机缘。这小蛇现下状况如何？唉，危也。故而我才以骨疾培养新骨。老爸每日需喝数碗汤药，蛊虫或许3、5月便可成熟，届时让小蛇服下，或有救。至于对老爸有何影响，不过是每日白喝汤药，偶尔会有些蛇的习惯而已，譬如生食青蛙、老鼠。到时候我以蛇骨为你入药，定能让你寿终正寝。你是为我才这般费心劳神？不费事啊，只是此乃我第一次尝试养蛊虫，不知是否能成功。荣九月盖好白瓷罐，低声道：你这心疾乃先天，即便我3管齐下，也难以让你痊愈。既然正道行不通，那便尝试一下所谓的旁门左道。我定会好好活着，陪你携手白头。好啊，你得多活10年，毕竟你年纪在这儿呢。你莫要嫌弃我年岁大。小姐，太子坠马受伤，太子妃请您过去看看。太子坠马受伤，不是有太医吗？来人禀报，太子腿脚受伤，情况有些严重。你帮我把那个黑色药箱取来，咱们快些去。我先去更衣，稍后你要不要一同前往？自然前去探望。好，我去换身轻便衣裳。荣九月随即步入内室，这断胳膊断腿的可不是小问题，而太子不能有疾，否则储位必将不保。现今长姐腹中之子不知男女，即便真是嫡子，但若太子被废，自然也无什么皇太孙了。因而太子必须好好活着，要死必须等到登基后。一炷香后，天色渐暗，东宫正殿。小九，宫中太医皆无法断言太子有腿能完全恢复，可否请你再仔细瞧瞧？长姐莫急，我定当尽力。荣九月颔首应道，遂去查看太子伤势。文安郡主，太子殿下的右小腿骨头断裂，碎骨片嵌入经脉，微臣实在不敢动手啊。正是，断骨可正骨复位，但若是碎骨清理不干净，则会留下。周太医欲言又止，此乃太子，倘若稍有不慎，损其腿部经脉，那可是事关国本呐。放心吧，我自有办法。劳烦2位太医在侧，助我一臂之力。他的接骨之术堪称是独一无二，无论正骨手法还是固定钢板，甚至包扎的绷带，皆与众不同。在荣九月全神贯注的治疗之际，瑞王与帝后恰巧赶到。父皇、母后，小九正在救治，楚太医和周太医都在，事急从权，还请你们相信小九。九儿年纪尚小，我怎么不知他会医术？朕信。楚太医在内，若他没有过人医术，里面不会如此安静。楚怀廷乃医痴，最是容不得在医术上夸大其词之人。父皇，方才小九告知您与母后可进入内殿，但不宜出声询问。我去看看印儿。我也要进去看大哥。全都不许去，在此静候。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。你们又不懂医，进去只会添乱。皇帝一言九鼎，殿内立刻又恢复了短暂的安静。唉，陈安，你早早来到东宫，想必也是极为担心太子吧？平素看着冷清，且不亲近太子，但其心中终究还是疼外甥的。臣自是希望太子平安无事。哈，圣上多虑了，他只是在此等人。此刻寝殿内，太子已陷入昏睡。你们看仔细些，我这个镊子极细，堪比银针，既可清除杂物，又不会造成经脉损伤。必须将骨头碎片完全复位，再处理断骨，否则易留后遗症。明白。明白。2位年过半百的太医，此刻仿若恭敬的学生。时间1分1秒的过去了，伤处的骨头正确复位，又以杉木皮与钢板固定，再缝合伤口，最后以特制绷带包扎。文安郡主真乃神医也。不敢当，不过是医术尚可的江湖郎中罢了。他随即收拾药箱，却察觉到2道炽热的目光正紧紧盯着自己，确切地说是他的药箱。麻沸散与消毒液，还有这些手术器材，改日我送与你们。黑玉断续膏将在万和堂售卖，至于青霉素溶液，纯度尚需提升，日后再议。多谢郡主。行了，
你们赶紧去回禀圣上与皇后，我得在此守着太子苏醒。须臾，圣德帝与皇后、荣由宁与启仙瑶还有宗玄玉一同进入寝殿内。圣上，你且坐下歇息。适才出太医禀报，太子伤势已无大碍，休养3月即可痊愈。朕实不知该如何嘉奖你啊。圣上，太子贵为储君，臣女既有些许本事，当为分内之事。好，好，医术精湛，切不藏私。太医们对你可是感激不尽呐。那便赏赐些俗物吧。赵海依旧按嫡公主规制，重赏文安郡主。遵旨。赵海躬身领命。恰在此时，太子终于苏醒，口中发出一声闷哼：“婴儿，你觉得如何？”殿下，大哥。齐千印缓缓睁开双眼，顿觉右腿剧痛难忍，心中霎时骇然。太子，你腿伤无妨，切勿乱动，安心休养3月，便可恢复如初。殿下，是小九救了你。大哥，这是九儿，文安郡主为你治疗的伤势。那个太子需要静养，这段时间要保证休息，莫要太多人围着。太子殿下，您切莫着急，需待骨头长好，方可下地锻炼。好，多谢九妹妹了。相较而言，自己此前之所为，着实有些卑劣不堪。倘真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，太子非有孕在身，且事务繁杂，便让陈良娣与几个本分妾室侍疾。母后放心，儿臣明白。此时，荣九月自药箱里翻出一张图纸，交予荣由宁手中。此乃轮椅，与素鱼相仿，但功能略多些，操作也颇为简单，且具有护脊护腰之效。让工部按图打造，半月后太子便可乘坐此椅，无论上朝还是出门，皆会方便些许。好，我即刻遣人去办。3日之后我再来换药，之后的按摩与针灸交给太医即可。另外，日常伺候太子之人须得小心护理伤口。你们过来，这几点一定要多加注意。此刻的荣九月俨然是一位尽责的主治大夫，正在下达术后医嘱。伤口要注意透气，否则极易引起感染发炎。然而此时此刻，齐千瑶的脸色骤然变得惨白，双眸泛红，青筋暴起的双手颤抖不止。她惊愕万分的目光正死死盯着太子的右腿，这包扎伤口的纯白纱布，贴在上面的白色细条状之物，那是可以固定纱布的东西，一模一样之物。他错了，原来一切都错了。直至荣九月离开东宫，圣德帝与皇后一离去，他仍然默默伫立。九弟，殿下已经歇息，有侍从和太医照顾，定会无碍。你还是暂且回府休息吧。直至此时，齐千瑶才渐渐回过神，他抬头环顾四周，却未曾见到那抹熟悉的身影，急忙问道：“皇嫂，九儿去了哪里？”现在已亥时过半，小九忙碌了2个时辰，自是回府歇息。话未说完，齐千瑶突然转身欲向外奔去，然或因静立太久，他刚起步便轰然摔倒。九弟！然而齐千瑶仿若未闻，自顾自地爬起来，遂快步离去。子时将至，文安郡主府外。殿下，夜色已深，即便您寻郡主有要事相商，也应等明早。本王认错了人，当年在云州落下山救本王之人是荣九月。闻言，林峰面色巨变，顿感一股刺骨的寒意自脚底徐徐升起。他曾提醒过自家殿下是否需要验证一下，只可惜殿下闻后踹了他一脚，且厉声警告不得折辱八姑娘。九儿早已认出了我，所以在侯府才会说出不该救我之言。林峰张了张嘴，最终还是将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。齐千瑶静静地伫立在门前。次日清晨，荣九月刚刚醒来，红叶便来禀报此事。瑞王已等候4个时辰，天明时管家担心会引起流言蜚语，只能请他进府稍作歇息。救命之恩而已，至于吗？况且瑞王的救命恩人又不止我一个。反正他对瑞王无益，如今甚至因那扬起的巴掌而心生厌烦。我且去把事情说清楚。红叶，你将玉佩取来，待会儿还给瑞王。因宗玄玉所言的玉佩之意，他便将医药费放在了石头那里。荣九月见到齐千瑶时，着实被他这副模样吓了一跳，衣袍略显凌乱，甚至带有灰尘，脸色白得像鬼一样，眼睛红肿，黑眼圈分外明显。圣德17年10月初6，云州落下山西侧山腰，
你是否救过一名10来岁的重伤少年？是呀，那人不就是你吗？那你是何时认出来的？祖母寿辰次日，你来侯府送银票与药材之时，我觉得有些眼熟。竟然这般早，3月有余，那你为何不与我相认呢？相认？我们又不认识。再说了，这些年我救过之人没有100也有99，你并无特殊之处。此前瑞王有副好容貌，然现在他的老狐狸才是世间绝色。可是，你若与我相认，我便知道荣清怡冒领救命之恩。荣九月与红叶对视一眼，二人震惊之余，更觉得无语至极。闹了半天，竟是这种认错救命恩人的狗血戏码。瑞王，你只说老爸救过你，又没说在哪儿救、怎么救。难道我明知你与老爸交往5年，却跑过去告诉你我是你的救命恩人吗？而且你伤的那般重，其他伤势暂且不提，单说断腿，你以为人人都像我天赋异禀啊？再者，难道你不知验证吗？寻个人打断腿，亲眼看老爸医治，那时你已12岁，并非2岁。当初安危抵达时，我有荣清怡一人在。愚笨！细看便知，银杏树下非你受伤之地，沿着血迹便可寻到事发草丛。两地间隔虽不算远，但要踏过一段陡坡。请问11岁的老八怎么把你弄过去？硬拖吗？你重伤断腿，若那般早已没命。切，莫非老八像我一样天生神力？我可是双手平拎着你提溜到山腰的。待我苏醒之后，问荣清怡是否救了我，他亲口承认的。人家说什么你都信，我竟不知皇子如此单纯。还不是你见老八容貌尚可，借此截断情缘。若救你之人是莽夫大汉或6旬老妪，你会如此？此事老八至多有些贪心，罪魁祸首乃眼前这位蠢货。突然，一枚玉佩飞落手中，打断了齐千瑶纷乱的思绪。此乃你遗失的玉佩，我原想拿去典当换作医药费，其后忘却，现今物归原主。这是母后所赠，是给我未来王妃的，你既已保管多年。玉佩一直在石头那儿。荣九月毫不留情地打断，要不小石头委屈一下，权且给你做王妃呗。九儿，我不迎荣清怡入府，你能否再给我一次机会？不能。为什么？荣九月轻瞥一眼那抹白色衣摆，微微一笑。因为我喜欢你小舅舅。今岁春日似乎较往年更为暖煦，然而此时齐千瑶却如置身冰天雪地的寒冬，心口似被剜了个洞。你喜欢我小舅舅？是我心悦文安郡主。荣九月尚未开口，门外蓦地传来一道温润的男人声音。齐千瑶缓缓转身，只见那道道貌岸然的小舅舅走了进来。罔顾伦理纲常，为老不尊厚颜无耻，衣冠禽兽，宗玄玉，你简直就是个畜生！瑞王，我们定情于婚约解除后，何来罔顾伦理之说？当初遭遇刺杀，你带着其他女人离开时，已不配对荣九月言爱，你难道不明白吗？那时荣清怡身受重伤，生死关头方显真情，你心中对老八有意。瑞王，老八落得如此下场，罪魁祸首是你，是你毁了他的人生。话已至此，荣九月正欲携宗玄玉一同离开此地，突然咚的一声，瑞王竟直直地倒在地上。这荣九月急忙上前叹气呼吸，幸好只是昏厥，否则我们都得死翘翘。殿下，瑞王应是感染风寒，又引发高热，以致体力不支昏厥。九姑娘，文安郡主，那劳烦您为殿下看看呀。我只会看那些断胳膊断腿的重伤，你赶紧带瑞王殿下回去吧。闻言，林峰赶忙抱起齐千瑶，如疾风般冲了出去。初春夜里寒凉，会着大氅，生生冻了近4个时辰，不着风寒才怪。你说想要光明正大，如今这般可好？自然是好，你无需担心。至于圣上和皇后那儿，交给我解释即可。小姐，平阳侯夫人请您现在回去一趟，说是老夫人突发重疾。亲爱的祖母病重，身为亲孙女，自然应当回侯府探望。那你自己多加小心，我进宫一趟，有些事还是亲自禀明为好，免得瑞王那混账添油加醋。至于侯府，老夫人病重，另外一个则伤势未愈，故而暂且安全。片刻后，平阳侯府内，小九啊，你祖母今早醒来便是这般模样，你医术精湛，不知能否给你祖母瞧瞧啊？平阳侯无奈询问，昨夜东宫之事他自然知晓，故而在大夫束手无策时，他只能请侄女来帮忙。伯父此言见外了，
昨日祖母尚算精神，怎会骤然如此呢？莫不是中毒？侯爷已请太医前来查看，并无中毒迹象，只言忽然重度卒中。荣九月一步踏前，垂眸看着老太太，轻声细语：“祖母，孙女儿这便帮您把脉。”老太太浑身不能动弹，唯有2颗眼珠瞪得几欲凸起。须臾，荣九月眉头紧锁，脸上表情异变的复杂。小九，你可知有何问题？伯父伯母，祖母确实卒中，只是这原因实在是……小九但说无妨。荣九月犹豫一下，无奈靠近他耳畔低语几句。只见侯夫人脸色骤变：“汉儿，你带众人先出去，我与你父亲留在此处即可。”是。母亲脸色这般难看，应是祖母之病，因乃难以启齿。众人离开后，荣九月低声道：“祖母应是闻了燃情香，以致刺激过度，大脑骤然卒中。”燃情香，太医应也知脉象不妥，但恐难往此联想。祖母虽提前服下解药，但终究年事已高，实在经受不住啊。昨日祖母传我叙话，我闻到那檀香味儿，似乎不太对劲，但没往此处想。如今想来，荣九月未有明说，但平阳侯夫妇已心知肚明。老夫人点燃琴香，服下解药，特意传小九来此叙话。老套的后宅手段，老夫人竟用在了自己亲孙女身上。吴嬷嬷，你若还要你那一大家子性命，便将昨日之事从实招来。老奴遵命，老奴遵命。老夫人行将就木，无人能庇佑她。待吴嬷嬷全盘托出后，侯夫人深吸一口气：“你自行了断。我与侯爷不会为难你的家人。”老奴谢侯爷与夫人大恩。此事关乎侯府清誉，他难活命。吴嬷嬷退下后，平阳侯已觉无颜面对自己的侄女儿。孝子为先，您与伯母亦属无奈。幸好我自幼服药过多，已有些百毒不侵，此事便罢了。是伯父不对呀，你与你伯母聊聊，伯父去祠堂跪会儿。小九，我们也走吧。那祖母怎么办呢？侯爷孝顺，自会安排人照顾。荣九月轻嗯了一声，便随侯夫人一同离开。亲爱的祖母，再会了。侯夫人携荣九月行至后院花园，二人赏花闲谈。我知你在调查你娘当年难产而亡之事。但一切皆证明当年仅为意外。当年我初见文音时，还以为见到了9天仙女，那副好颜色当真是冠绝京城。你爹离开后，老夫人确实一直派人给你娘下药，但她一闻便知，故而从未中毒。生产当日，因你娘怀双生胎，我请了6位经验老道的接生嬷嬷，英国公夫人甚至奏请皇后，请来了2位太医。你娘身子康健，胎位正常，太医与嬷嬷皆言无碍，可生产时却怎么也生不出来。当她终于拼命生下你们时，竟骤然发生血崩，不过几息时间而已，便撒手人寰。我儿白胖，哭声响亮，而你却瘦小孱弱，迟迟没有哭声。我甚至以为你活不下来。荣九月沉默良久，小荣九月确实没有活下来。小九，我以整个侯府立誓，当年你娘确为意外。我信伯母。老太太对他们母女皆下毒，那落得如此下场，实乃报应。与此同时，齐千瑶苏醒后，便不顾太医劝阻，匆匆跑出王府。殿下，我右手好痛啊！周太医为何还不来看诊？你是什么身份，也配宫中太医进府看诊？即便是平阳侯请太医，也必须请奏父皇。殿下，您这是何意？二人相识5年有余，瑞王从未对他如此声色俱厉。荣青衣，云州落霞山，当真是你救的本王吗？殿下，您这是怎么了？可是遇到了什么事情？回答本王。是，当年的确是我救的殿下。还敢撒谎！是荣九月救的本王，自始至终都是九儿。救命恩人，又是本王的王妃，此乃天赐良缘，偏偏被你生生破坏。九儿说他是罪魁祸首，可他是堂堂瑞王呀，怎会有错呢？分明就是荣青衣的过错。不可能，荣九月根本不懂医术，那个病秧子怎会救人？荣青衣，休要让本王再从你口中听到病秧子这3个字。殿下，5年余4个月，我们曾经相谈甚欢，
您宠着我，恨不得将所有的好东西送予我，那些美好的回忆，难道还比不过区区的救命之恩吗？我真的不明白。可惜，这一切都是你偷来的。不是，只因这个救命恩人是荣九月，你才会如此动怒。倘若今日换作旁人，你断然不会这般对我。荣九月到底有什么好？不过生的一副好皮囊，您就如此惦念，莫非只因他不喜欢您？荣青衣，那些刺客也是你一手安排的吧？既为落实救命之恩，也借机除去九儿。他自幼在皇宫中长大，即便母后和大哥处处庇护，但他又不蠢，往昔不过是深陷其中，不愿打破这精心编织的幻境而已。殿下，无论过去如何，当时我却为您挡了一剑。可我并不需要你挡剑，你这遍体鳞伤皆是咎由自取。放心，我不会将你怎样，毕竟你这般苟活于世已然痛苦至极，但此后你的生死皆与本王无关。言罢，齐千瑶跨过满地狼藉，拂袖而去。殿下，皇后已经一纸赐婚，我是瑞王侧妃。哼，你倒是提醒了本王，此乃当务之急。荣青衣，给你一句忠告，莫再轻信男人之言。今日能将你宠上天，明日便可将你打入地狱。与此同时，凤鸾宫中气氛略显沉重压抑。陈安，你再说一遍，你想要娶何人为妻？先辅国大将军之女，圣上亲封的文安郡主荣九月，我心倾慕，此生非她不娶。凤鸾宫陷入诡异的安静，仿佛时间已再次停滞。许久之后，皇后回过神，难以置信地问道：“